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烈日高温下，李沁经期坚持不行为中暑，揭秘其饮食秘诀。李沁迎来了34岁的生日，花少团的所有成员都第一时间纷纷送上了自己最真心的祝福。就算节目录制结束后，他们7个人依旧保持着那份纯净又美好的友情，这也说明了李沁的人品有多难得。用陈数的话来说，李沁真是个特别值得交朋友的妹妹，她温柔又细心，关怀备至，能让不太喜欢社交的陈数都这么夸她，就能看出李沁的优秀和魅力有多大啦。在节目里，二姐陈数经常受到妹妹李沁的关心照料，陈数一直都记在心底，心里满是感激。李沁的亮点远不光是温婉体贴，她最大的优势不在于长得漂亮，而是性格温和，心态平稳。在节目里，从来没看到她有过情绪失控的表现，她就像个妈妈似的，细心照料着比自己年长的那英姐。遇到那么艰难的环境，李沁从没抱怨过，总是尽心尽力传递正能量，去调整和适应周围的氛围。在最新的节目里，大家在埃及那火热的天气下，气温已超过40度，张雅琪、李沁、陈数和马思那英等人都在烈日下不断前行，女生们几乎都快坚持不住了，连张晚意和龚俊2个男生也都靠在墙上，差点支撑不住。而李沁却一直沉默，甚至还在鼓励安慰身边的伙伴们。得知道，李沁之前还跟马思纯说自己肚子坠胀得特别厉害，也就是说，她当时正来月经。在这种生理期里，女生最怕的事情就是在高温天跑得太累，很容易中暑啦。李沁坚持挺着，没有喊疼，也不想给大家添麻烦，一直在坚强地走着。虽然是在生理期，整路暴走，她竟然没有中暑，可最小的妹妹张雅琪就因为连续暴走，搞得中暑了。看到妹妹张雅琪中暑，李沁扛着生理期的不舒服，依然坚持照料妹妹。她不仅把自己的大床让给妹妹休息，还为她煮面、洗碗，操心得很。在最近一期的节目里，李沁的那份母性光辉又一次展现出来啦。不少人都觉得挺好奇的，李沁在月经那段时间，即便肚子不舒服，她的精神状态依旧那么棒。瞅瞅她的饮食习惯和作息安排，答案和原因也就显露出来啦。李沁可是个铁杆米饭迷，和一些女明星不太吃碳水的习惯不一样，她每顿饭都得来点米饭，绝对是个十足的干饭人。李沁因为米饭吃得多，看起来气色特别好，精神十足。再者，她从不碰冰冷的东西，挺自律的，也挺注意忌口的。最后，最让人羡慕的还是李沁的睡眠状态，她每天都在10点左右就躺下，一整晚保持同一个姿势，睡眠效果特别棒。跟妹妹张雅琪那样经常熬夜不休息不一样，她的睡眠质量是真的挺高的。李沁之所以元气满满，归根结底就是她吃得好，睡得香，再加上每天都保持愉快的心情。她从不自乱阵脚，也从不抱怨。不少看节目的粉丝都在追马思纯和张晚意这对 CP， 其实要说真磕的话，李沁和张晚意才更般配，更配合。他们2个也是娱乐圈的自由职业者，当李沁知道张晚意是不愿将就拍戏的个体户时，脸上那份欣赏真是看得出来。李沁和张晚意都是情绪稳当、性子温和的那类人。结过婚的人都知道，和谁过日子确实不一样。在婚姻里，到底是要找一个爱你的人，还是你爱的人结婚，其实都无所谓，最关键的是要找个情绪稳当、脾气温和的人来过日子。这么说吧，像他这样的人，天生就是非常棒的存在。就像李沁一样，真的是特别适合当一个贤妻良母、好儿媳妇。
其实也不一定非得较真李沁和张晚意。节目外嘛，他们肯定就是那种普通的好朋友、好姐弟、恋人什么的，几乎是不可能的。看完节目的感觉啊，我真的挺喜欢李沁这个人。他是从昆曲开始的，没有被娱乐圈这个大染缸弄得面目全非。他没有走那些歪门邪道，而是一直挺直脊梁，淡然前行，按自己的节奏走着自己的人生路。这一路上虽然步伐没那么快，但走得特别有劲儿，很踏实也很稳妥。二，陈数说李沁像家人一样贴心，这话分量有多重？了解他私下如何待人就知道了。前几天刷手机，无意间点进一段旧采访视频，是人生若如初见杀青后陈数接受采访的画面。镜头里的他穿着米色针织衫，语气淡淡的，却在提到李沁时突然笑了。这孩子啊，有时候真像家人一样贴心。话没多说，可那笑容里有种藏不住的暖意，像是冬天喝到一口刚煮好的姜茶，从喉咙一直热到心里。这话听着轻，可在圈子里待久了的人都知道，陈数不是轻易动情的人。他说话向来有分寸，哪怕夸人也讲究一个恰到好处。所以当他说出像家人这3个字时，背后一定有故事。就像我老家那边的老话说的，热水要烫3遍才入味，感情也是的，经得起时间泡，琐事末。后来听一位曾在剧组做过服装助理的朋友聊起那段日子，他说北京那年冬天特别冷，拍夜戏的时候风像刀子一样刮脸。有一回陈数发着低烧还在对词，第2天收工回到休息室，桌上多了一盒包装精致的中药茶包，上面贴了张便签，姐别硬扛，身体最重要。字迹清秀，没署名，但大家都猜得到是谁。李沁一向随身带着自己配的养生茶，还会根据不同季节调整配方。朋友说他甚至记得谁容易上火，谁脾胃虚。还有一次拍一场楼梯对手戏，陈数穿的是高跟鞋，走几步就有点晃。句号。李沁没说什么，但从那天起，每次走台阶，他都下意识放慢半步，有时假装低头看剧本，有时顺手扶一下墙，其实是在侧身护着前辈。句号。这种细节摄像机拍不到，宣传稿也不会写，可人心最记得住。句号。饭局是最能看出一个人本性的场合。句号。剧组吃饭表面上热热闹闹，其实暗流涌动，谁做主位，谁先动筷子，聊不聊天全是门道。句号。可李沁从来不抢位置，总挑角落坐下安静吃饭，话也不多。句号。但你要是留心会发现他悄悄记下了每个人的口味。陈数不吃葱，摄影大哥忌辣，灯光师傅血糖高不能吃甜。第2天素食的同事收到了燕麦能量棒，咳嗽的拿到了梨膏糖，连那位常年腰疼的场务大爷都在更衣箱里摸到了一个软乎乎的护腰垫。句号。朋友讲到这里笑了一下，你说他是故意讨好吗？不像，他那种体贴更像是从小养成的习惯，像呼吸一样自然。我想起小时候邻居家的姑娘也是这样，逢年过节给整条巷子的老人送自己腌的萝卜干，不说一句多余的话，可人人都念他的好。前阵子看过一个综艺路透视频，李沁看到摄像大哥冻得搓手，二话不说就把自己的手套塞过去。工作人员想拍下来做花絮，他马上摆手，别拍了，他需要的是温暖，不是热搜。那一刻我才明白，有些人的好是不想让你知道的，他们怕一说出来，那份心意就变了味。其实李沁也不是没有脾气的人，他在昆曲团练了整整10年，5岁开始压腿，一个动作不对就的反复练上百遍。那样的训练出来的人，骨子里是有韧劲的，但他把这份倔强都用在了对自己的要求上，对外反而格外柔软。就像我外婆常说的，
真正厉害的人从不拿锋利对着身边人。双引号。这些年他没接过几个广告，社交平台3年没推品牌，日常发的都是读完一本书的感想或是推荐一家家乡的小吃店。句号。粉丝见面会结束后，别人忙着合影走人，他却蹲在地上捡散落的纸巾和饮料瓶，走之前还问工作人员要不要帮忙收拾。句号。这些事没人安排也没人要求，但他就这么做了，像吃饭喝水一样平常。句号。疫情那会儿，他捐了一批物资到社区，没留名字，后来市居委会发感谢信才被人知道。信里写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演员送来了口罩、暖宝宝和儿童退烧药。我当时看着那封信的照片，突然有点鼻酸，这年头还有人愿意默默做事，不求回应。张国立老师拍《庆余年》时也提过，他说这丫头懂事的让人心疼。刘琳有次在访谈里笑着说，李沁来看我带的不是花，是一整套护膝保暖装备，就因为我随口提过膝盖怕凉。这些事拼在一起，你就懂了为什么陈述会说出那样一句话。那不是一时感动，而是日积月累的信任与依赖。现在网上总有人说他高冷，不爱说话，可我觉得他只是不喜欢把情绪挂在脸上罢了。真正的温柔从来不是靠大声嚷嚷来证明的，它藏在一杯温水里，藏在一双手套里，藏在一个不动声色的搀扶里。娱乐圈从来不缺聪明人，可难得的是既聪明又善良的人。句号。李沁不做作，不争抢，也不急于证明自己。句号。他像一棵安静生长的树根，扎得深，枝叶却不张扬。句号。可正是这样的存在，才让人觉得安心。句号。所以当陈述说出像家人一样贴心时，我一点都没觉得夸张，因为我知道在这个人人都忙着立人设、炒话题的时代，还有人坚持用最笨的方式去对待他人，那就是真诚。最后忍不住想问一句，在这个连关心都要打卡晒图的年头，你还记得上一次被人不动声色的照顾是什么时候吗？